美国前国务卿一番话引发我国人怒气，所谓导火索都只是美国单方面在挑事。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悉，美国空军一架 MC-130G 特种飞机在近日从冲绳起飞，直接穿越台上空，其举动非常罕见。虽说这并不是美军第一次派出飞机在该地区搞事情，但却是特别的一次。自从美国陷入疫情的巨大困境后，就企图制造紧张局势来转移国内危机，甚至可以说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获得11月份的胜利，哪怕是开启一场军事冲突都在所不惜。也正是因为这段时间以来美国的种种举动，导致亚太地区局势非常紧张，事态发展到现在几乎进入了白热化地步，两军纷纷在亚太一线集结。根据相关消息的报道，我军一架运8反潜机在10日进入对岸西南所谓的防空识别区，这不仅是军机在本月第8次，今年的第222次扰台。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运8反潜机是按照美军的航线飞的，分析认为其目的是在告诫对岸以及美军，这条航线虽然是国际航道，无法进行有效的拦截，但仍然无法磨退我军的信念。虽说此次双方的举动与前几次美军的挑衅以及我军的回击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可以从这次事件看出，倘若再发生1次、2次类似事件，迎来的很可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较量。美国现在的目的很明显是想搞事情，只要特朗普一天不打消这个念头，那么台海地区就会是大战的导火索。因此此次事件实际上是从侧面释放危险信号，只是为何我国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会生气地表示这是我们自己的事。美国前国务卿在近日再次发出警告，他称为了避免重演一战前局势，双方必须尽快确立交战规则，例如越过什么样的界限后，双方不再进一步互相威胁，以及如何定义这个界限。美国目前应该换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当今复杂的世界，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享受在战略或经济上不受其他国家威胁的单方面优势。简单点来说，是希望美国能够在纯经济上确保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有能力勒索美国。他在报道中将今日中美科技领域的竞争做类比，针对这番话，事实上，无论是判断是对是错，对于我国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就如我国此前所言，对岸是大陆的一部分，因此根本没有任何以对岸来确立交战规则这一说法，这是中国自己的事。